如果观念守旧的老父亲这样骂你，你会生气吗？你挣那个钱不干净。这部短片大胆讽刺了老一辈根深蒂固的守旧思想，更是把小城市里的旧风陋俗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以至于无数观众看完惊叹此片真实的可怕。奶奶葬礼当天，孙女非但不被伤，反而在一旁兴高采烈的直播，还骗粉丝说自己在加州旅行，其实就是在老家坐的破三轮车。我靠，卡了！别走了，这条路没信号。老板一个电话打过来，骂他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眼瞅冲榜了，你掉线。王哥，我刚才这儿信号不好，最后3天这数据再上不去，咱俩都完了。他一边陪笑解释，一边换装，套上一件朴素的白衬衫，在胡乱擦去精致的妆容。挂电话后，又梳上一个朝气的马尾辫，抬的眼睛看向远方，因为他即将去送奶奶最后一程。莉亚面色凝重，记忆中热闹的家族此时变成了披麻戴孝，但许久未见的父亲看到他后，却并没有感到惊喜，只是打量他一眼，再没说话。直到莉亚要给奶奶磕头时，父亲才伸手，但也只是冷漠地告诉他去换衣服，把裤子换了再来磕头。父亲是个很传统的人，从礼数到思想都很守旧。父女俩关系冷淡，也是因为当初父亲一直拦着莉亚闯社会，觉得女儿家就该待在家里好好过日子。莉亚为此和父亲大吵一架，所以直到现在，父亲也没给她好脸色。家里只有表妹知道莉亚在搞直播，莉亚得知表妹关注了自己，赶紧让她小点声，还嘱咐她千万别告诉别人。奶奶的葬礼上，隔壁刘叔一直在忙前忙后的帮衬，所以晚饭时，父亲让莉亚去敬刘叔一杯，结果莉亚顺手拿起了装茶的杯子，父亲看到后直接一把倒掉，换成了白酒。因为当下的场合以茶当酒是不懂礼数，所以宁可女儿下不来台，也不希望她因为这个被村里人戳脊梁骨。莉亚有些犹豫，她根本不会喝酒，可最后还是顺从的一饮而尽。莉亚一心直播，无暇顾及父亲的心思，因为老板下了死命令，如果这3天数据不好，她就会被开除，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摸黑去找直播场地，也丝毫没有察觉父亲的担心。回来了也不安生。但村里信号太差，莉亚走了几公里才找到一个通往的地方，那是家里的老宅，可门却被上了锁。她想都没想，直接翻窗户跳了进去。环顾阴森的房子，她根本顾不上害怕，直接打开灯光，搭上幕布，换上精致的妆容。主播莉亚就这样明晃晃地出现在了镜头里。尽管她因为奶奶的去世而情绪低落，但为了工作，她不得不对着屏幕又唱又跳。只要再坚持2天，她的任务就能完成了。可与此同时，父亲却在另一边因为葬礼操碎了心。他知道奶奶爱听戏，就花重金请了戏班子，但没想到二叔却因为自己不爱听，就自作主张请来了流行歌手，在台上穿着红衣又扭又唱。环顾台下披麻戴孝的人也在拍手叫好。世俗讲究葬礼要风风光光，所以他们早就忘了要哀悼而不是庆祝。更讽刺的是，奶奶前脚刚走，后脚二叔就想着跟父亲分家产。我呀是想把妈留下的那几间房整个农家乐，现在这农家乐可赚钱了，还说自己赚钱了就让儿子给他养老。父亲扭过头不理他，二叔却急了，指名道姓地说莉亚不孝，撇下老父亲好几年都不管。你这闺女啊，你指不上，这么多年了，她在外边干什么你知道吗？你看妈，有你我这么俩儿子，这葬礼办的啊多棒！二叔把葬礼当成了虚荣的仪式，却忘了那其实是奶奶的命。大妈，你就说这话合适吗？父亲气得甩手就走，但没想到下一秒莉亚不孝就被证实了。二叔无意间发现了表妹在看莉亚的直播，他气冲冲地拿给家里人看，说她伤风败俗，有损颜面。大妮子在里边是又唱又跳。表妹在全家人的逼问下被迫说出了实情，父亲气得血冲颅顶，一开门就把他揪了出来。妈，你让我先把直播关了。父亲无视他，压着怒火拉他来到灵堂。父亲把手机扔在地上。瞎走！你在屋里卖弄什么？仙人脸都让你丢尽了！莉亚一时语塞，她想赶紧逃走，可没想到父亲一句话让她停下了脚步。你挣那个钱不干净！这是她最怕听到的话，也是她一直不敢和家里说的原因。她再也忍不了了，转头就朝父亲大吼：我怎么不干净了？我是偷了，我还是抢了？我还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？我凭自己的本事挣钱，我还丢人了吗？你一个女孩家家的，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行吗？这么大一个家，容不下一个你。是这个家容不下我，还是你容不下我？你从小好好听过我说一句话吗？莉亚一股脑把这么多年的委屈全发泄出来。当年她想学唱歌，可父亲认为那是不务正业，不让她学。后来莉亚去大城市挣钱，要把父亲接到身边过好日子，父亲还是不干，就只守着这座山沟到老。告诉我这破地方它到底有什么好？
此时直播间已经炸开了锅，全村人都在围观他们家的笑话。后来莉亚直播间被封了，她也被老板开除了，全网都知道了她是个在奶奶葬礼上直播的不孝女。但没想到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唯一给她帮助的竟然还是父亲。父亲一字一句地向她交代：我死了以后不土葬，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。我听人说，天下这水最后都流到了大海里。你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你了，也不知道你回不回这个家。只要是有水的地方，记得给我烧张纸。而后又把最后的家产留给了他，就是那座老宅。他深知老人的后事有多繁琐，所以不希望女儿为了自己失去自由。但就在送奶奶下葬那天，莉亚再次爆发了。老一辈说女孩阴气重，不能跟着上山，所以她愣是被拦了下来。她看着那些抬着奶奶的人，当中没有一位女性长辈。她再也受不了家乡那些所谓的风俗，从假惺惺的哭丧到请歌手驻场，以及此刻的禁止女孩上山送葬，无一不觉得荒唐。她再也受不了了，转过身，逆着家里的男性长辈，大步地向山上走去。他来到了奶奶的坟前，唱出了奶奶从小教他的小曲儿，而这一幕落在了远处父亲的眼里，他没有阻拦。或许因为一些隔阂，两代人已经渐行渐远，但别忘了，他们还在等你回家。